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，欢迎您观赏我的影片。近年来，有很多朋友告诉小李哥，希望把家中的浴缸换成淋浴房。在加拿大木结构的房间中，淋浴房真的适合您的家吗？今天小李哥就来聊聊这个话题。影片开始前，请您订阅、关注小李哥说装修的频道，并打开频道的全部通知，才不会错过任何影片更新哦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早期因为建材科技的限制，浴缸的防水功能是比较好的。这里我们要更新一个小常识，淋浴底座的制作难度比浴缸高。这个原因之后有机会我们再深入谈。尤其是早期还没有玻璃纤维的年代，要做淋浴房就只能使用水泥基座的设计，一来造价比较高，二来坚硬的水泥做在弹性的木结构上是十分容易产生裂痕的，所以加拿大屋龄超过10年的木屋，浴缸是比较常见的设计。如果您对加拿大的木结构以及保养有兴趣，可以观看小李哥之前的影片哦。现代人生活方式改变，有时间真正好好泡个澡的机会越来越少。我们大多是加装个淋浴帘，把浴缸当作淋浴房来使用。在浴缸中淋浴最大的不舒适，就是左右的浴缸边缘会让活动空间至少少了20公分。不要小看这20公分，如果您想要帮小孩洗个头、洗个澡，就十分尴尬了。而且加拿大干湿分离的浴室，浴缸外的地面是不能积水的。使用淋浴帘为主的浴缸，一般洗澡还好，但小孩洗澡一碗水，地板就是一地水了。弄不好，楼上在洗澡，楼下在下雨，这都是时常发生的事。无论是什么样的浴缸，我们一定要跨进去。这个跨进浴缸的动作，对老人及小孩都十分不友善，尤其是老人。根据渥太华公共卫生官网的统计数据，在2014年到2016年1年之间，仅仅在安大略省就有高达25万名65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跌倒进入急诊室。老人的跌倒代表的是一个整个家庭的生活品质下降，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。浴室是跌倒高风险热区，淋浴房相对浴缸肯定是比较安全的设计。浴缸的表面比较复杂，有太多地方容易积水。瓷砖的边缘、浴帘的底部、浴缸的底部，洗完澡都不容易干，潮湿久了就会发霉，一旦发霉就很难根除。这是很多家庭主妇的梦魇啊！比较起来，淋浴房比较平整，不易积水，干燥，好清洗，在清洁上可省下不少时间哦。在加拿大，除非您是十分特殊的浴室尺寸，请您尽可能的选用玻璃纤维底座。水泥底座不适合木结构，这可是小李哥的经验谈。加拿大的客户反映淋浴房漏水，90%都是水泥底座漏水。亚洲的施工风格实在是不适合北美。在灰板的选择上，我们主要有绿色防霉灰板和 DanShield 水泥板这2种。水泥板贵一些，强度也好一些，但是材料的自重大，对结构的要求比较高。这2种材料并没有具体耐用年限的区别，都是合法正确的建材。您可以尊重施工队的习惯就好。比较需要注意的是，不可以使用一般白色的房间用灰板。
在这个材料价格高涨的年代，请您务必小心施工队偷工减料。在防水背墙的设计方面，小李哥强烈建议还是使用瓷砖墙。整体卫浴为了凸显功能性，做出来的淋浴空间比较小，也增加了积水风险。重要的是实际做起来，工期材料费也并没有明显的节省。美观上、实用上还是瓷砖墙好一些。在瓷砖的选材上，亮光釉面的10英瓷砖是最好的选择。瓷砖尺寸最好选择12英寸乘24英寸，或是24英寸乘24英寸这2种尺寸。太小的瓷砖砖缝多不易清洁，太大的瓷砖造价比较高，所以这2种尺寸的瓷砖是美观及性价比最高的选择。关于淋浴水阀及莲蓬头，比较节省的做法是使用标准阀加上莲蓬头。在 Home Depot、Rona 或是 Lowe's， 甚至您到亚马逊上都可以订购到各式的莲蓬头。您可以简单的自行安装，节省材料和人工费。当然，您可以使用复式阀门加上淋浴杆，美观而且功能性强，也可以防止老人跌倒。但材料本身的价格至少是500元的加币起跳，而且这一定要专业的工人来安装。这2种选择，您还是要依照您的需求及预算来决定。淋浴门主要有分为无框和有框2大类。无框淋浴门比较美观，设计简洁，当然价格也会高一些。无框淋浴门主要是利用细胶和胶条来防水，防水很难做到100%，尤其是门缝胶条。如果您特别对某一个固定位置冲水，是会有轻微漏水，但在正常的使用下，这个问题并不严重。如果您对防水这方面要求比较高，有框淋浴门的表现会比较出色。毕竟多了门框，对水的阻挡就会多一层保障。但有框的淋浴门一般玻璃比较薄，会有一点不稳定感，而且框内容易积水发霉，成为清洁死角。比较起来，小李哥觉得无框淋浴门的性价比还是高一些啦。建议您施工前还是针对您的需要和专业师傅讨论哦。小李哥拆过的浴室，前人的施工品质实在是良莠不齐，有水管没有使用粘着剂的，水管没有高低流水落差的，各种五花八门、违反建筑规章的乌龙工程。最离谱的，居然还有用铁罐头来代替水管。在加拿大漏水是件大事，请您务必选择持牌水工来施工，不可以贪小便宜。淋浴底座的下方要使用水泥浆架平固定，底座的边缘防水要找出水平，并固定在房屋的结构上。木结构的房子，淋浴底座会随结构上下小幅震动，这算是正常的情况。所以瓷砖地面和淋浴底座间要保留适当的伸缩缝，避免材料因为互相摩擦而损坏。灰板的材料一定要确认品相，防霉灰板是绿色的，但具有水泥板是灰色的。比起白色的一般灰板，辨识度都十分高，请您务必确认材料使用正确。灰板安装上，请注意，灰板必须安装在淋浴底座防水边缘的上方，避免因为渗透水而发生损坏。灰板表面的防水处理，在加拿大是个非强制的工程选项，也没有直接的数据可以支持会提高耐用性。您可以依照您的预算来选择施工的方法。比较起来，灰板的材料和正确的安装方法才是最重要的事。隔水背墙瓷砖要贴到天花板，瓷砖的填缝剂要加入防水的树脂。瓷砖、淋浴底座、玻璃及
及地面，两间的伸缩缝要打上防水细胶。以上的动作都是为了避免水汽直接接触到底层的材料，水分无孔不入。这些小细节十分重要，和淋浴房的耐用性有绝对的关系。淋浴房安全、易清洁，使用的空间也大，十分符合现代家庭的需要。不论您的房子用途是做出租单位，还是您自己使用，都是一个十分划算的投资。如果您家中有2间以上的浴室，建议您最多保留1处的浴缸就足够了，除非家人习惯天天泡澡啦。浴缸少一点，清洁的死角也就少一点，少花一点时间做家务，多花一点时间陪家人，简单才是最大的生活智慧，您说是吗？喜欢本期影片的内容吗？请帮我们点个赞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也欢迎您将影片分享给您的好朋友。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及建议，请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。您宝贵的留言都是小李哥成长进步的动力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边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